老师，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很红的电影《鬼灭之刃》，之前就已经红半天了，现在剧场版一出，哦不得了，6日大家都排队。他比我红在哪里？他凭什么？第一个，它的制作成本很高；第二个是它里面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呼吸。呼吸我们都会啊，有什么不行的吗？我去查到了，仙道都是用呼吸，所以在这之前还有一部漫画叫做《JoJo 冒险羊》，它很厉害的是，它是用呼吸战斗的始祖。呼吸真的可以战斗吗？因为他说呼吸就是一种仙道，它里面画的很夸张，是拿呼吸来战斗。鬼灭之刃用呼吸在杀鬼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对，是吧？对，好。讲到这个日本的，无论是阴阳师啦，或者是他们相关所有魔法的这个卡通，其实都离不开我们最常听到的9字真言，叫做“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可是你知道吗？这并不是日本的产物哦，不是吗？这是属于我们中国道家的产物，仙道的产物。仙道是有一本书叫做《抱朴子》。它是来自于东晋的葛洪大师的著作，可是它的原文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但是在这个咒语被来到了日本之后被改了。这9个字其实是一个真正真言，并不是游戏的口号，或者是我们拿来开玩笑的。它其实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诠释意义跟它的正量在里面。那每一个字，它会透过你的内证的一个修行，看清楚字。所以在忍者道术里面，它第一个要修炼的咒语就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所以日本漫画忍者那个是真的咯？那个是真的，但是很多是基于为了戏剧效果，所以在乱用。你知道“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它的起始它有一个手印，当然我现在就不方便去把它秀出来，因为本姑娘是修炼仙道的。所以我们在修炼阵列前行的这个，我其实足足修炼了1整年。那真正的在修炼，并不是只是靠我们的呼吸而已，它还要配合你的观想，像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每一个字它都有它的无上秘法。像临，它的一个开头就是我们的不动明王。有没有在日本看见有好多的寺庙，他们供奉了不动明王，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在那个如如不动的自己。第二个问题是，《鬼灭之刃》他有讲到那个呼吸的原理，就是他说吸气之后把气吸到肺里面，然后那个肺里面的氧气会透过肺进到血液里面，血液再送到全身的细胞内，去强化自己的肉体。真的呼吸上面真的有办法到强化肉体这件事。我们把氧气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它第一个会先经过我们肺部底层的叫做滤泡，滤泡是把我们的毒素吐气的时候是带出来，这是第一个要件，它帮助我们清理我们呼吸的系统。第二个层面，再更深的吸进来，你很有意识的把它吸到我们的心轮，去活化心轮中肉体心脏中的神经元。当这个神经元透过你的呼吸被唤醒，因为每个神经元其实说穿了就是细胞嘛，我们的细胞透过吸进这个氧气，氧气对细胞来说就是爱的能量。当这个吸进来了，这个爱的能量呢，它会传送给我们的细胞中的粒线体。这时候粒线体它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发电厂，这个发电厂就会随着你吸进来，它就一直震动，然后透过你有意识的观想光。外面的光就是母光，我们里面的光子光，这个子母光的一个合一，就会让我们的体内的细胞从量变产生质变，而这个质变呢，就会让我们的能量整个大幅的提升。如果用在忍者或者是用在战斗的话，这个战斗能力就会大幅扩展。所以他们这不是画虎烂随便掰的就对了。对，他们是有他们原理跟科学根据在里面的。他们里面会有些人就是活了上百年那一种，他说因为他会呼吸，所以他活上百年。那这个是真的还是画虎烂的？好，像我们在修炼道家的仙法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先打开的是我们的心轮、丹田，还有上丹田。上丹田其实就是我们的泥丸宫，也是我们的松果体，也就是现在图产姐现在在带领大家去做一个打开跟修炼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再来，我们的心轮，它是代表着我们内在爱与慈悲的一个扩张，它也是我们呼吸资源的第一站。再透过这第一站送到我们的下丹田，透过下丹田的一个修复唤醒，把我们的中脉整个打通，于是与我们的宇宙相连。但是要与宇宙相连之前，你头顶上面的千瓣莲花是必须要被打开的。然后你的脚底跟我们的下丹田连接在一起之后，也就是说下丹田连接到脚底，再连接到地心，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宇宙产生一个源源不绝的一个能量共振。于是你的这个小宇宙跟大宇宙合并在一起，你内在真正的潜能才能够完全的被开发出来。所以是真的可以延长寿命。但是它有一个归息法，好，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你开始吸气，慢慢的吸，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吸到满之后呢，你虽然身体无法再继续吸，可是意念上持续的吸。一直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吸，先从6秒，然后再慢慢的拉长到10秒，再从10秒再拉长到15秒。其实10秒是一个最低的一个下限了。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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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吸到无法再吸，缓缓的停气。停气之后，意念上持续的吸。这个时候，你可以配合观想，觉得所有的光子全部的带入到我们的心轮，于是你的心轮就会开始凝聚这个光的能量，逐渐的把我们心轮中的这些神经元打开，打开，再打开，打开到最极限的时候呢，这时候光子就会透过你的血液从心轮传送出去，无论是透过我们的静脉、动脉传送到全身，这时候我们的肌肉就会开始接收到血液的滋养，而且是带着高含氧的一个血液的滋养。然后在吐气的时候呢，你的这个肺它会自动把滤泡中的毒素给带出来，透过你吐，把你身上旧的这个废物新陈代谢出来，吐到底之后，你的身体其实就已经先产生第一轮的质变。那透过你很专注在当下去做这个呼吸的话，你全身的粒线体就会开始被打开，这个粒线体的光子的能量就会跟你的气场、跟你的经纬体、跟你的星光体、跟你的以太模组、跟你的灵性体、更大的涅槃体、因果体、灵性体完全的合为一，那么你就可以懂得如何运用光来帮自己做一个心想事成，透过光来做一个清理旧的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前面刚刚讲的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其实要先修的是8个字，中间的皆否内也否外的意思，也是知皆内皆外的意思，所以要先修前面4个字的真言，以及后面4个字的真言，最后再把皆透过前跟后把它们给接引在一起。这个9个字的真言呢，令病道驾阵列前后，其实它是阵列在前，阵列前行，所以把这个哈要把它从你的丹田吼出来，再配合所有的一个手势的秘法，它其实在帮助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有很多的一些自我跟次人格，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搞清楚，经搞定我们内在的这些次人格，而导致我们内在的统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其实这9字真言并不是去拿来对付妖魔鬼怪或是对付敌人的，主要是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透过9字真言，我们来面对自己，降服我们内心的邪魔，我们内心的心魔。
透过降服自己之后，它就会显现于外，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清理掉你眼前的一个敌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这9支箴言它还有配合忍者的这个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其实刚刚做的这个手势，它就是一个秘法，它也是一个结界，它也在协助你层层叠叠的进入到你自己，透过所有的空间的自己去做一个深度的宽恕及接纳。它并不是一个切割，把你觉得不好的面向给切割出去，而是要帮助我们把层层叠叠的自己全部认领回来，看清楚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一，这个才是一个最厉害的战斗。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没错。对。所以我们常常出问题，基本上就是自己搞的，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所以降服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你可以先从我们的心轮的呼吸开始，把所有的光接进来，唤醒你就是光，你就是神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幻影。老师，我之前遇过一个状况，人家说呼吸可以消除疼痛，是。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旅馆的时候，他真的跌倒，人家去看他呼吸，他倒地的第一件事他就一直呼吸，他没有起来，他只趴在那边呼吸。他说呼吸可以消除疼痛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还是他刚好就是其实他摔得没多重？他摔得怎么样，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透过呼吸，的确可以帮我们减缓疼痛。像是很多的孕妇，她们在生产的时候，也都是被助产士跟医生很温柔的用一个指令，带着她深呼吸吐气，让她的一个副交感神经能够被放松，让她的那个交感神经的发炎能够被减缓，让她的心情能够被平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疼痛太大的影响。换句话说，疼痛也不过就是我们自己赋予给它的一个意义。我们对疼痛如果有非常的恐惧，非常多的害怕，那么这个疼痛就会在我们的脑神经系统里面被反应加倍。可是当我们开始如实的去透过呼吸去面对疼痛，那么疼痛对我们来讲，它就只是一个身体的反应，而我们的意识对这个反应不起反应，对这个模式不加以做诠释，那么我们就能够很自然而然的放松，那就会变成身体痛身体的，但是我的意识不受到干扰。禅师他们为什么一断手喷血还能好好活着？第一个，他们有好好练过，所以小朋友不要乱学。第二个，他们知道他们的肉体，所以一个真正很厉害的瑜伽士，他可以透过他身体的变化去了解现在外面的一个运行，现在的日子，现在到底是新月还是满月，现在有哪些星星在相连，现在是哪个星星在直曜，他会非常的清楚，都是透过了解自己内在的小宇宙而了解了外在大宇宙的整体运行。还有一个问题是，有人说只要呼吸可以不用吃东西，是，就是食气者嘛。食气者他透过他的中脉，他的中脉叫 prana 呢，它就可以去吸世间万物的能量，吸进来饱满之后，我们的肉体就得到了这些很高的氧、很高的光的能量的滋养。当然他也会先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胃的能量，就不容易呢会感到饥饿。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吃甜点，这是一个选择。所以说只要学会吸气的吃气的人，他44就可以表现是他可以存很多钱，因为他3餐都可以省下来。与其这样子省钱，我们不如发挥我们最大的创造力，透过心轮跟观想，想象所有的钱跟光都吸进到我们的心轮，我们透过爱而感觉到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省钱，我们不如好好照顾地球资源。那老师，你修炼那么多呼吸了，要不要考虑告诉大家要怎么去练习呼吸？干，你坑我啊？谁坑你啊？我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留言说他们想学，我再决定要不要讲。记得下面。